接下來我們持續關心到的是，美軍呢終於正式的是首次的攤牌。有關於戰道行動，他們說沒錯，我們就是劍指中國大陸，就是劍指台海戰爭。為什麼美國在這個時候態度突然間很講明白了呢？等一下我們一起來看。第一島鏈現在可以看到已經全面的軍事化之外，中國大陸同步的在3海來升壓哦，等一下我們就這3海一起來特別做關心。另外一方面，中國也联手了俄羅斯，联手反制，印太戰略博弈全面升級。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歡迎觀眾朋友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做互動。如果您認為說這邊第一島鏈一旦發生戰爭的話，我们现在看起來中俄比較佔有優勢的話，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美日菲聯合起來的這個盟友的隊伍比較佔優勢的話，留言寫2，一起來跟我們做互動。我們知道呢，這個過去美國在印太這邊常常會舉行各種的聯合演習，那麼不斷的強調的就是在這邊要強化合作，提升彼此的互動性等等，這是他的對外說法。但是這一次非常的罕見，我們要來看到最新消息是美軍的美國的陸軍的太平洋司令，他是克拉克，他就直接挑明的講，也不演了。他說呢，戰道行動的核心就是要針對中國大陸可能攻台所做的全力的兵力整合跟投射的準備。為什麼他態度突然間願意講明了呢？等一下來看。另外，韓國方面也最新做了一個報道，特別講到有關於美軍的這一場戰道行動，就是透過日本、韓國、菲律賓、澳洲等盟國作為一個跳板，並且呢整合美國跟韓國舉行的自由之盾跟美菲的肩並肩軍演，一起建立一個區域的後勤跟兵力調度的一個網絡，使美軍呢在任何的，比如說台海危機啊，或在第一島鏈有任何的危機發生的時候，它可以快速的集結兵力，並且前推它的部署哦。那麼這一場行動每年整合大約是53場的演習，集中的時間也有特殊性哦，包括在每年的5、6月跟9月、10月舉行這一些時段，專家說，主要的原因就是跟海象有關了。在這樣子的一個區段呢，做攻擊有利於中國大陸的跨海侵台，真的是這樣嗎？等一下我們就這些議題會一起來做關心。但是我們先來關心到的是，美軍首次明確將戰道行動指向了台海戰爭的想定，代表說它已經從過去的戰略存在、戰略嚇阻，變成了實戰化的聯合作戰的所做的一個設計嗎？委員怎麼看？對，我想從這一番的這個相關的訊息，就可以再一次的證明哦，就美國始終是把中國大陸當成是頭號假想敵的，就是不管現在這個川普因為美伊的這個戰事啊，他希望急於立刻抽身，然後呢離開那個泥淖哦，所以呢不得不在這個短時間之內，對於中國大陸，對於習近平主席表達強烈的好感哦跟善意。但是長遠來講，美國對於中國大陸在全方位的圍堵跟打擊是沒有手軟的。那麼我相信這一點，北京政府也心知肚明哦。所以呢，千萬不要相信任何來自於華府的善意，因為這些善意都是包着糖衣的毒藥。光是看到這個戰道行動，大家就心知肚明了。那麼他當然講得比較好聽啦，他說53場演習都在5、6月跟9、10月，因為他們判斷這個時段哦是台海的海象最好。那麼這個解放軍最有可能攻台，其實講白了，台海海象好也方便他們演習啊。那麼你們這麼帶種，你們就在台風天來演習看看呢、啊？就是你們自己講的好聽，說這就是為了要防止這個中共在這個時間犯台。可是事實上，其他的時間你們也不敢來啊，因為海象不好，你也不會來哦。所以也不用講得這麼好聽，好像說一副都是這個已經做好了判斷了。但是我要講的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呢？就大家看到美國所部署的所謂的像什麼戰道行動，跟我們剛剛所討論的中東布局是一模一樣的。這又是地緣政治的問題啊。美國離印太有多遠啊？美國離台灣有9500多海里，這麼遠的距離，美國跟去中東跟處理印太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因為你的地理位置太遠了，所以你的兵力投射困難，你不可能短時間之內從你的本土去做兵力投射。於是你怎麼辦？你要做前進基地，你需要有盟友，你需要在盟邦建立你的軍事基地。所以日本有加手納，有各式各樣的這個海軍的基地，韓國有這個美國的基地，菲律賓還有美國4個基地。美國之所以要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你兵力投射的困難啊，就是光是真的如果從美國本土調遣這個什麼航空母艦戰鬥群，不要說美國本土了，就從關島來好了，都要很長的時間了。所以他在短時間之內要做兵力投射，只能夠這麼幹。
那麼因此他的戰鬥行動是什麼呢？他其實就是把美軍在可能發生戰爭時所需要的裝備都先放在盟邦的軍事基地裡了。所以接着如果真的發生戰鬥了，發生戰事了，我美國只要把兵力投射就好了，我不用把裝備再千里迢迢的運過來哦，那我節省了很多時間。我的這個士兵只要一落地拿到裝備就可以開始進行作戰了。這是美國所謂的戰鬥行動，他們當時的一個設計的概念。可是關鍵問題來了，我要請大家想一想，我們剛才在討論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基地為什麼失靈？失靈的理由很簡單，失靈的理由就是說，伊朗只要講你誰有美軍基地，你只要讓美軍在你這個基地發動對我的攻擊，我就攻擊你了。所以現在的問題，同樣的問題要回過頭來問一問日本、韓國、菲律賓跟澳洲，你們要被打嗎？對，你們敢嗎？就今天美國要用你的基地來起飛飛機，或者是這個做其他的軍力部署的時候，你們敢嗎？就你們只要敢，那你們就跟中東這些國家一模一樣啊！你看看這些這個巴林、卡達，看這些國家的下場是什麼？你們要不要一起步上這些國家的後塵呢？所以這才是關鍵問題。就我不管你戰鬥行動當時規劃的有多麼的完美哦，然後呢，美國的盟邦又來什麼自由之盾了，又來肩並肩。可是真的發生戰爭的時候，這4個國家的民眾願意嗎？願意為了美國老大哥，然後變成了這個台海之間發生紛爭的時候，變成炮火波及、導彈攻擊、無人機攻擊，他們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嗎？這才是真正考驗什麼戰鬥行動有沒有效的方法。所以如果今天美國在中東，它因為地緣政治的布局，大家看到了已經被打殘了，被打怕了。講難聽一點，今天如果在台海發生戰爭，我說過這就是地緣政治啊，中國大陸就在那裡，它這麼大一塊在那裡，它不需要航空母艦，它有無數的軍事基地，它有無數的這個海軍基地，它有各式各樣的武器在那裡等着伺候你。你美國就算有戰鬥行動，你這些盟邦敢在那個時候為美國老大哥去承受炮火嗎？那如果他們不敢，或者他們的基地也像中東現在發生的一樣被打殘了，那美國還要怎麼樣投射兵力呢？這才是美國現在真正害怕的吧。好，一邊我們看到是美國的這個戰鬥行動的軍演持續，那另外一邊確實哦，包括了剛剛特別提到的嘛，美日菲韓這4國美國的盟友，看到目前在中東發生這個美軍基地哦瘋狂被伊朗給攻擊，是不是他們也從當中學到經驗？會不會願意繼續的支持美國？這個也是打上一個問號。那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中國大陸確實現在呢，針對美國的各種行動哦，中國大陸也有了反制的動作。包括我們來看到多線的壓制，是從解放軍跟海警在黃岩島這邊進行戰備警巡，不斷的強調解放軍在南海這邊的存在。再來就是中俄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這邊出動的是轟炸機跟戰機，進入了日韓的防空識別區。再來我們剛剛講了嘛，中國大陸3海壓境，就是指的台海、東海、南海軍事活動頻繁的上升。岳老師怎麼看中國大陸的反制？這個大陸的反制的話呢，首先第一個是南海是黃岩島，然後第二個的話呢是東海那邊是中俄之間的第11次演習，這2個消息都跟我們間接相關，因為我們剛好在中間。剛剛講到那個美國的戰鬥行動，其實是針對於大陸用武力攻台。說句良心話，那美國的戰鬥行動的話呢，講起來的話呢，他們這裡面呢加上了歐洲，一共5國，有一點零零散散的味道了。但是這裡面跟這裡面所做的事情，跟首先第一個，大陸在南海的黃岩島，首先要記住哈，大陸這個南海黃岩島實際控制在大陸手裡。大陸2025年的9月份呢，就已經宣布黃岩島為自然保護區啊。大陸做的事情不是就整理它的軍備而已啊，是把它自然的保護起來，誰都不能進去啊。那這個裡面是有做法啊，就是說是那個整個海警船呢，就是說你不單單是我的戰略上的要地，而且呢在環境上也需要維持啊。那麼當然這個做法上來講，就是要增加它實際控制。可是中俄之間的第11次的叫做這個聯合空中戰略巡航，那可不得了了啊！為什麼？首先第一個就是第11次，表示前面有10次的經驗。然後第二次的話呢，大家聯合巡航裡面是以轟炸機。就中國出現的是轟6，叫6野啊。那麼那個俄羅斯叫圖95，這是不得了。這種轟炸機的話呢，嚴格來講的話呢，用核子武器也不稀奇啊。另外他們戰鬥機的話呢，這個俄羅斯出的是蘇35，那中國出的是殲16炸彈卡車、殲10C，這個大放異彩，殲11啊。那麼這個整體來講的話呢，他們針對的中俄之間的演習的地點的話呢，就是在這個日本的附近。
那就是說整個東北亞地區。那麼所以說換而言之的話呢，南海這邊也有這個自然的這個保護區，那這個東海那邊的話，在日本那邊有中俄之間的航行，而且中俄之間的航行跟這個戰鬥行動都很不一樣，因為中俄本身來講就連在一起。而且他們這個飛機啊各方面的話呢，運作起來的話呢，原來就是一體的嘛，那你現在的話呢，臨時再加上說句良心話，那個菲律賓啊、韓國就不甘不願的，菲律賓又沒有什麼能力啊，澳洲又隔得很遠吶，那搞了半天還是要日本一個過來，但日本現在面對於俄羅斯的壓力非常大。日本人不一定怕中國人，但日本人非常害怕俄國人吶，因為日本人这個記憶猶新啊，對不對？就送到西伯利亞去，都搞得很慘。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兩邊演習的強度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再強調一遍，黃岩島在中國手裡，另外中俄之間是第11次演習。那你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他們這個質量上是很明顯的是要亮劍的味道非常強烈。好，所以第一島鏈現在看起來形勢升溫哦，一邊是美日菲韓，那一邊是中俄。那麼現在比的其實非常多，不管是誰可以比較快速的集結兵力，誰可以更穩定的整合盟友，還有一整套的作戰體系等等。包括說，未來是不是台海、南海、東海3大前線的戰爭都會一起同步升溫？那幹哥又怎麼看？我就不太了解啊，這個美國太平洋那個陸軍司令克拉克啊，他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因為所謂戰道行動 ，pathways 啊，戰道，我就想到，那個三國時代不是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嗎？那個陳倉在哪裡？陳倉就台灣嘛，對不對？這指的是我們啊。其實你的目標是對着台灣而來的嘛。老實講一句，那為什麼會對着台灣呢？因為就是害怕這個對岸犯台這樣子。那可是克拉克，你不能把你的心裡的話講出來嘛。所以這個戰道行動名字取得真好，也真不好。為什麼？代表說你就是故意的，我做給你看啊！這幾個國家通通就來啊！我準備先把坦克送到你那裡去，我先把提豐這個對艦飛彈送到你家去，你要收哦。南韓你要收哦，李在明你收不收？高市你收不收？小馬可仕你收不收？你這些國家都給我收，為什麼？可能5、6月過了嘛，9到10月之前，我可能會送一批過去。這飛彈跟戰車還有彈藥之後先送過去。戰道行動準備應付中國，要是萬一武力犯台的話，你們都必須還要先有。我跟你講，美國做事情有時候也算是縝密啦，他不是送的你看得到的東西，他還會送那個狗罐頭，不是那個午餐肉啊，肉罐頭啊，他還會送那個午餐肉啊，肉罐頭。他2次大戰就這麼做的，他送10萬箱那個肉罐頭給蘇聯，沒有，你先把這個東西吃了，吃飽以後啊，我再送那個5000架飛機給你。美國他有時候要支援盟邦，他是真是這樣做的。那如果說他今天是說，菲律賓我怕你這個人吃不飽我先準備要先囤積在呂宋島，或是巴丹這邊，或是克拉克這邊。先囤積一些彈藥物資或是飛機的話，那我也會把後勤的支援一起送過來。他如果是真的這樣幹的話，那就是真正的戰道行動。所以我們會密切注意，放心。他如果說真的到了9到10月要這樣做的話，可通常來講的話，沒有人諸葛孔明他要這樣做，他不會講出來。克拉克你把他給講出來的意思就是昭告天下，我克拉克幫川普講的這個事情，所以台灣你小心了對面要打你了。我們現在準備這些東西，我現在就講重點。如果萬一真的發生了這個台灣海峽情勢動盪的話，美國大兵你要不要上來打？這就是我們唯一的問題。你敢不敢來打？你願不願意來打？美國子弟要不要為台海的情勢而願意做出犧牲？我相信這個問題已經有答案了，不用我們再多說了。光現在去問的話，就已經知道了。所以所謂的戰道行動，只是一種宣示而已。為什麼？是告訴你。可是他會不會真的支援你？那是另外一個問題。這跟中東局勢是不一樣的，跟中東完全不一樣的。你要派美國子弟上來打，你不是把東西送來就好了，對不對？日本他會幫你操作 M1 坦克嗎？南韓他有義務幫你操作那個暗鷹飛彈嗎？沒有嘛。所以你到底是要圖的是什麼？我看不太懂。我也覺得美國在
戰略布局上面，大千講的對，這就是一種地緣政治，我做給你看，代表我支持你盟邦，代表我美國在這邊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如果真的局勢丕變的時候，你會不會出兵來援？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我覺得很難吶，非常非常的難。而且其實你就做一個簡單的這個沙盤推演就好了嘛。你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基地有比在中東多嗎？好，中東這麼多基地，然後都可以被伊朗打趴了、打殘了。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基地還沒有中東多哦。他面對的不是伊朗，他面對的是中國，是兩強了，這最大的强这個強國之一了。那麼這個對比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嘛。然后第二，你看他講的這些國家，不是靠美國這些海灣國家而已，他講的這些國家什麼日本啦、南韓啦、澳洲啦，這些都是過好日子的國家哎。對。然後你現在跟他們講說，你現在美國大兵還沒來哦，你們先來。那麼這場戰爭只要爆發，甚至不用爆發，現在北京只要講一句話，從現在開始哦，任何這個試圖幫外國勢力侵略中國的其他的國家，我都第一時間攻擊你。光講完這句話，你就看看那些國家的這些居民還要不要把基地設在那裡？琉球的民眾會不會跳出來抗議，說你們趕快把這個空軍基地跟海軍基地搬走，不要設在我這個地方。所以基本上，為什麼我說拿中東來比這個印太，就大家一比就知道了。美國的算盤就像幹哥講的，你的大兵要不要來？你自己都不敢來了。所以呢，真的如果台海發生衝突了，這故事就會一模一樣了。美國就開始呼籲有這個盟邦了，說大家一起來幫忙打通台灣海峽吧，因為他自己的人不願意來，所以就看盟邦要不要一起派船來打通台灣海峽。他們連荷姆茲海峽都不願意打通了，誰管你台灣海峽啦？好，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